Hello，欢迎收听 Chinese Listening 101，我是小晴。大家好，我是阿力。节目一开始，我想先问问大家，你们有没有坐火车时打瞌睡，结果错过下车站的经验？哈哈哈，说到这个，我可是专家哦。我曾经睡到嘴巴流口水，结果醒来已经在另一个城市了。哇，听起来很精彩哦！今天我们除了要聊坐火车的搞笑故事，还要介绍一本超厉害的台湾小说，里面满满都是台湾美食和旅行故事，保证让你听了肚子咕咕叫。呼，对呀，说到这本书啊，我为了买到它，可是跑了5家书店呢。哇，这么夸张！你跑了5家书店买书，赶快拿出来给我们介绍一下吧。你看，这就是《台湾漫游录》，它获得了2026年国际布克奖 （International Booker Prize），现在非常畅销。畅销，意思是卖得很好，大家都在抢着买。没错，就是卖得太好了。我去书店，老板说不好意思，已经缺货了。缺货就是店里的书已经卖光，没有库存可以买了。对呀，我只好改上网订。等到终于拿到书时，我感动的都快哭了。辛苦你了，阿丽，你真的很认真的在准备今天的节目呢。那当然呢，这本书里写了超多好吃的台湾美食，还有好玩的铁道旅行故事，我都迫不及待要跟大家分享了。没错，故事发生在1930年代，那个时候台湾是被日本统治的。故事里有2位女主角，一位是日本的知名女作家，叫做青山千鹤子。哦，那另外一位是谁呢？另外一位是台湾女孩，叫做王千鹤。她本来是学校老师，后来成了日本作家的通译。通译，听起来很专业，这是什么意思？通译就是翻译员的意思，负责把日文翻成中文，或是把中文翻成日文。他们就像是语言的桥梁。哦，我知道了，让听不懂的人可以沟通，这就是通译，对吧？对，因为日本作家要在台湾搭火车到处演讲，所以台湾女孩千鹤就陪他踏上了这趟纵贯铁道的旅行。重头戏来了，他们在这趟火车之旅到底吃了什么好料？赶快告诉我。他们吃了喝茶配的瓜子，吃起来 QQ 的米苔目，还有台中的咸蛋糕。咸蛋糕听起来好特别，这些都是当地的特产吗？没错，特产就是一个地方特别有名，其他地方很难买到的食物或是产品。像是台中的特产就是太阳饼和咸蛋糕。听到这些台湾特产，我肚子都要叫了，甚至都快流口水了。看来这本书真的是为你量身打造的。但是阿丽，国际大奖的评审说，这本书虽然写了很多美食，读者看了却会觉得有点尴尬，甚至坐立不安哦。哈？为什么？吃美食是一件很开心的事情，为什么会觉得尴尬，觉得不舒服呢？因为当时的台湾是被日本统治的。所以日本作家千鹤子他是统治者那边的人，台湾女孩千鹤是被统治的人。没错，虽然千鹤子是个好人，对台湾充满善意，但是他们2个人在社会上的地位和力量是不一样大的。这种状况叫做权力不对等。权力不对等，这5个字听起来好难。小晴可以举个例子吗？没问题，你想想看，
今天你的老板突然说要请你吃最贵的高级牛排。哇，老板请客，太棒了吧！我一定点最贵的和牛。可是吃牛排的时候，老板就坐在你对面，一直盯着你，问你下个月的业绩什么时候达成目标。这样我会紧张到胃痛，根本吃不出牛排是什么味道了啦。没错，虽然牛排很好吃，老板也是好意请客，但是因为老板的力量比较大，你会有压力，这就是权力不对等带来的尴尬感觉。哦，我知道了，因为社会地位和力量不一样，旁边的台湾人其实压力很大。当然有反抗。故事里有一位传奇的台湾女厨师，叫做阿彭师。她是一位非常厉害的外汇厨师。哇，外汇厨师听起来很酷诶，这是什么意思？外汇厨师就是台湾传统的半桌大厨，负责在路边煮好几十道菜，请几百个人吃的那种超级主厨。请几百个人吃，那他的厨艺一定超级无敌好吃。他做了什么厉害的事呢？因为他太会做菜了，所以很多有权力的日本高官都想请他去做菜。可是他非常有骨气。有骨气，意思是他不怕那些有权力的人吗？没错，他直接拒绝了他们。他说：“我只说一次，听好了，我不帮日本人做菜。”哇，真帅，超有个性。这就是在那个权力不对等的时代，台湾人努力保留的一点尊严吧。那这两个女主角呢？她们吃了那么多东西，最后有没有变成真正的好朋友？故事最后，他们一起吃了一碗台湾传统的蜜豆冰，里面有甜甜的红豆和各种水果，可是冰里面却藏了一颗酸酸的梅子。为什么要加酸梅？这样味道不会奇怪吗？这颗梅子就是作者的隐喻。隐喻，这是什么意思？隐喻就是表面上在说一个东西，其实想要表达另一种意思。这里的梅子就是在表达两个人之间无法互相理解的冲突和遗憾。作者为什么要写一个这么复杂的故事？写开开心心吃便当的故事不是很好吗？作者杨双子说，他想透过这个故事提醒大家，台湾曾经有过的历史，并且探讨台湾人的认同。认同，意思是想要知道自己到底是谁，或是属于哪里吗？非常正确，认同就是了解并接受自己的身份和历史。台湾曾经被日本统治了50年，可是当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，新政府来到台湾，学校教育却故意忽略了这段历史。这样大家就不知道自己的爷爷奶奶以前是怎么生活的了吗？对呀，你想象一下，如果你的爷爷留下一本珍贵的节日，里面写了好多秘密，可是里面都是日文，你根本看不懂，因为学校只教你中文。那这本节日就像无字天书，我在自己家里却看不懂家人的故事，这也太痛苦了吧？没错，当时很多台湾人就是这种感觉，社会上一直在寻找自己的认同。幸好，一直到1987年，台湾终于解严了。小晴，解严是什么意思呀？解严就是解除戒严，国家取消了严德的控制，人民终于可以自由说话，大家才开始把以前的资料找出来翻译，让我们找到真正的认同。聊完了有深度的历史故事，
我们来聊聊轻松的坐火车经验吧。好啊，小晴，你那么温柔，坐火车一定也是乖乖看书吧？才不是呢！说到坐火车，我有一个很崩溃的家族旅行经验。之前我带着家里2个小女孩，一个5年级，一个7年级，一起搭长途火车。哇，带2个小孩出门一定很热闹吧？热闹就是声音很多，气氛很活泼。可是就是太活泼了，他们在座位上叽叽喳喳，一直问东问西，差点把我逼疯了。原来温柔的小晴也有崩溃的时候，那你怎么办？还好我有救命法宝，我拿出了2个台铁的排骨便当，他们一看到便当，瞬间变得超级安静，乖乖地坐在位置上吃饭。安静就是没有声音，不讲话了。没想到火车便当竟然有这种魔法，连小孩都无法抗拒。对呀，带小孩出门真的需要好好照顾他们，不然大人真的会很累。照顾就是关心和保护他们，对吧？看来不管是谁都抵挡不了台湾便当的魅力呢。说到这个，换我分享了。哦，你也有搞笑的经验吗？哈哈哈！我有一次搭火车，差点回不了家。我要去南部的台南找朋友，因为要坐很长的时间，所以我一口气买了2个排骨便当。2个便当你也吃太多了吧？搭火车当然要吃便当啊！我吃完第1个便当，觉得肚子暖暖的，非常舒服。然后看着窗外的风景，慢慢的打瞌睡。打瞌睡就是坐着的时候，因为太累了，不小心睡着了。对，我不止打瞌睡，甚至嘴巴流口水，刚好滴在第2个便当的盒子上。天哪，太好笑了！那你朋友在台南车站有接到你吗？最惨的就是我睡得太熟，根本没听到广播。等我醒来发现火车已经过站，我不小心错过了台南。哦，所以你错过了，意思就是你没有赶上，或是没有在对的车站下车。对啊，因为我错过了下车的时间，火车经过了台南，最后竟然开到了台湾最南边的屏东。你不止流口水，还跑到这么远的地方啊！对，我只好拿着那个沾满口水的冷便当，在屏东下车，又买了另一张车票，坐回台南。朋友看到我都快笑死了。哈哈哈，虽然你们的经验很好笑，可是不管是寻找历史的铁道旅行，还是充满惊喜的搞笑之旅，搭火车真的是一种很棒的体验呢。各位听众朋友，你们的国家有没有什么特别的特产或是历史故事呢？你们有遇过像老板请客那样权力不对等，让你觉得很尴尬的饭局吗？或者你有像我们一样带小孩搭火车，或是睡过头错过车站的糗事吗？欢迎在下面留言告诉我们哦。接下来进入我们的跟读时间，今天我们学了几个非常实用的词汇。大家喝口水，准备好跟我一起大声念喽。第一个词是畅销，意思是卖得非常好，大家抢着买。畅销。畅销。第2个词是特产，意思是一个地方特别有名，其他地方买不到的食物或是产品。特产。特产。第3个词是打瞌睡，意思是坐着的时候不小心睡着了。打瞌睡。打瞌睡。第4个词是流口水，
意思是看到好吃的或是睡觉的时候嘴巴流出水来，流口水。流口水。第5个词是错过，意思是没赶上车子或是没在对的车站下车，错过。错过。第6个词是尴尬，意思是觉得不好意思或是气氛很不舒服，尴尬。尴尬。这些词在生活中都非常实用哦，大家要多多练习，把它们记起来。喜欢今天的节目吗？别忘了帮我们按赞、订阅，并分享给正在学中文的朋友哦。学习中文的路上，小晴和阿丽会一直陪着大家。 See you next time. 我们下周见哦。